自从进入科技革命以来，人类一直在外求。我们去登月，去发现行星，寻找星系。但是除了发现世界外面还是世界，我们一无所获。外求的时代过去了，接下来人类只有内求。所谓内求，就是人类要依靠自身获取巨大的能量。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可以用能量去换算，这就是爱因斯坦用他一生的智慧提取的公式 E 等于 mc2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物质当成能量去看待。能量是怎么形成的呢？物质内部的运动和振动产生的。小到原子、分子，大到天体运行，都在不断的运动和振动。因此，世间一切有形、无形的物质，皆是不同的运动周期和不同的振动频率形成的能量，只是周期和频率各不相同，因而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。振动论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，是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存在状态和相互作用的基本依据。爱因斯坦的老师，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还有一个公式 E 等于 hV。E 是能量， h 是一个量子常数， v 是振动的频率。意识就是振动，频率越高，能量就越强。因此，频率最高的成为了无形的物质，如思想意识；频率其次的成为了有生命的物质，比如人和动物。当然，人比动物要再高一点。振动频率最低的成为固体物质，比如花草树木、桌子、椅子、人体等等。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说的万物皆有灵，万物皆频率。只是无形能量总比有形能量更加具有威力，更加具有高层次的力量和功能。既然万物都是能量，那么按照能量守恒原理，能量既不能凭空产生，也不会无故消失，只能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，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。人体内时刻都在产生能量，比如身体内部的有形能量及物质能量的传递，是从分子到分子的，从细胞到细胞的。同时，人体还有一种无形能量在往外传递，那就是意识能量的传递。现代物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，意识能量的传递是可以超越空间限制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无形能量有时会超越现实世界。例如，前几年杭州最美妈妈的事迹获得了无数人的赞誉和敬佩。后来，有人根据最美妈妈冲过去救孩子的距离，利用物理学的方法计算了一下，惊奇地发现，她当时奔跑的速度明显超过了世界短跑冠军的冲刺速度。其实，这是人的某种无形能量被打开的结果。类似的神奇案例在古今中外层出不穷，数不胜数。大部分情况之下，我们难以感知它的原因，是我们的身体在正常情况下没有接受这些能量，而有的人在突发应激的状态下，身体瞬间被激发，短暂地从外界获取了惊人的能量。人类的初级能量从饮食中获取，中等能量从大脑中获取，高等能量来自于更高等的空间。先来看几个科学现象。物理里有个词叫共振，声学还有个词叫共鸣，理解起来都很简单。还有一个近年发现的量子纠缠，即相隔很远的二个量子之间并没有任何常规联系，但发现
若其中一个出现状态变化，另一个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出现相同的状态变化，而且不是巧合。1665年，荷兰科学家赫金斯所发现的共振原理，即一个强大韵律的振动投射到另一个有相对应频率的物体上，而此振动运弱的物体由于受到相对应频率之周期性的刺激，因而与较强的物体产生共鸣而振动。赫金斯曾在房间里的墙上并排放置频率相同、速率不同的老爷钟，然后走出房间。第二天再回来时，发现老爷钟的钟锤皆已同速率同步摆动。其后许多人相继重复此钟锤实验，屡试不爽。事实上，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，比如为振动的琴弦会受强烈振动琴弦的影响而一起共振。某女高音的声音能震破玻璃杯，因为她无形的高频歌声能提高有形的玻璃杯的振动速率。当振动高到某一程度，玻璃杯无法再维持玻璃的形状，因而破碎。再想想我们自己，当你的内心被某人、某物、某事所深度牵引，就会感到惺惺相惜，或者想去和对方长相厮守。这就是心灵感应，我们也称之为知己。怪不得古人说士为知己者，因为你们的频率是一样的，而这种事发生的几率不多。因此，我们要接收外界的能量，首先要调整自己状态、自己的频率，使频率同外界进行对接，然后获得传输而来的能量。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天人合一，意思就是说，大到宇宙天体运行，小到人体五脏六腑，其运行逻辑上都是一样的，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道。对于很多悟道、修行的人来说，打坐、冥想的本质其实是调整人体的运作状态，使身体的运作秩序同外界的宇宙天体一致，你就变成了宇宙天体在世上的一个投影，然后做到忘我、无我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祖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，比如《黄帝内经》研究的是人体的运作原理，然后利用的却是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原理。实际上，太阳系里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的运转和人体内五脏六腑的协作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。再比如古代人所说的人体内的小周天，其实代表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这一系统。人的脊椎有24节，随着身体的循环，每一个骨节都会发生相应的感应。而根据这些微妙的变化，古人体会到了一个周期应有的变化节点，于是把中国农历的一年分为了24个节气。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其对应点。通过反观于内视，所有的星系都会在人体之中找到对应的位置，比如五脏之中的28星宿，比如命门之中的银河系。静心的本质就是不断提高自己与自然的共融能力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再比如佛家的禅修，禅定让自己的大脑和全部身心细胞处于高度安静的状态，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像超导体一样。要想吸收能量，首先我们要使自己安静下来，静下来意味你开始减少能量的消耗。比如道家讲究虚极、静笃，只有虚才能开始从太空宇宙中吸收能量，这就是道家讲的以假修真。而静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自己无限趋于虚无，这样能量才能流进来。这该怎么做呢？
这就好比这个问题：一滴水怎么样才能永存？答案是把它放进大海里。人也是这样，最高层次的安静，就是把自己融合进万物运转的时空循环当中。你的心就是整个世界。当你充满着欢喜心、慈悲心、包容心的时候，时空的正能量会源源不断流入你的身体。当你正发善心、善愿的时候，瞬间就会得到无限的能量。人一旦到了这个境界，自然的就能产生到敬天爱人、爱护众生的仁慈。这就是很多天才成功的原因，他们的内心蕴藏着无穷的智慧，他们心念一动，就会调动大量的能量来帮助他完成所要完成的事业。世界上很多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商人、明星都有自己的信仰。很多天才，他们之所以能成功，往往来自瞬间的灵感。人类许多重大发明，往往都来自灵感。灵感的本质其实是来自于时空的能量。比如乔布斯就有禅宗的经历，他从小就喜爱研究东方神秘主义哲学。禅修不仅让他戒掉了大麻，丢掉了刚愎自用的性格，并让他成了天才。他那慧眼独具的战略思考，以及艺术唯美的产品设计，与他每日坐禅带来的正能量密不可分。善心和安静会赐予一个人无限的能量，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普通人来说，我们一定要深刻地意识到，自己体内蕴含着强大的能量。放眼四望，物质财富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，从物质世界获取满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我相信，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探求生命本质来获取改变世界的能量。这也是所谓的求人不如求己。未来社会每个人都要学会修心，修心比努力和拼搏更重要。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，面对各种外界变化，要把无常当有常，让红尘练心，练出一个强大的内心，才是未来一个人最关键的能力。修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打开我们先天本有的智慧和能力。这个人人都具有的先天智慧和能力，中国人称为道，儒家称为范，儒家称为仁，佛家称为佛境。无论是孔孟之道、佛陀之道、老庄之道，还是儒家之道，其终极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如何引导我们进入开悟的状态。在凡夫的世界里，很多都是恒常不变的，但在开悟的人看来，一切都是无常的。打开了，我们就悟到了。孔子在《周易·文言传》里说：“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天且弗为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”这就是开悟的状态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那些整天为了寻求某种特殊能量而去修行或者开悟的人，比如秦始皇炼丹，比如现在硅谷的大佬利用人工智能去改造机关，注定都是徒劳的，因为他们是企图通过权力或者金钱去获得某种能力，而不是通过自己内在的意识升高维度。他们的庸俗想法其实都是执念，这种人永远也不能真正开悟。真正的开悟和权力无关，和金钱无关，和科技无关，只取决于自己的内心是否足够静。佛家说静能生慧，慧能生智。
儒家经典大学开篇说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后能静，静后能安，安后能虑，虑后能有所得。静和定是智慧的起源，智慧是最大的能量，真正抢不走的财富。一切福禄寿皆从智慧能量起源而变现。遇事先安静，慢下来，给自己的福报充一下电，后面就会一切顺利。开悟的人总是不屑于解释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开口解释或者描绘，就这么像。凡是能被说出的真理，就已经离开了真相。这就是道家的道可道，非常道，也是佛家的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如来佛祖说：以色拜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对于真正开悟的人来说，他们的一切不可说，不能说，也不必说，他们活在所有的说法之外。因此我们所听说的或者亲眼看到的气功大师也好，特异功能者也好，心灵导师也好，灵修培训班也好，都不能算是真正开悟的人。真正开悟的人不为名利，没有牢骚，没有抱怨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执念。他的心是平静的，在平静中做自己应该做的事。这就是智慧，也是佛性，也是顺天行道。道法自然，自然而然。开悟的人往往心如止水，无论是在生活安逸、顺风顺水的时候，还是在挑战不断、困难接连而至的时候，心情都是一样的淡定。开悟的人有一种能力，是一种融化万物的能力，他们和万物和谐与共，不增不减。开悟的人有一种自律，因为他们懂得自律，所以才拥有了真正的自由。开悟的人有一种创造力，他们可以从无到有。开悟的人有一种自信，因为他找到了生命的根。自信不是给别人看的，自信更不需要被证明。开悟就好像玩游戏，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游戏里面的主角，而是玩游戏的那个人。开悟就是点燃自己生命的人，这生命是光，可自照，亦可照人。感谢你耐心看完这个影片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祝福大家意识维度越来越高，修得静心，早日开悟，解脱苦海。欢迎大家订阅频道，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分享，功德无量。